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微健康与科学频道，我是 Vivian。半夜被大脚趾的针扎式剧痛惊醒，痛得连袜子都穿不上。第二天查出痛风，你以为这只会发生在爱吃肉、爱喝酒的中年人身上？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也悄悄加入了痛风受害者行列。明明吃得清淡，生活也挺健康，怎么还会痛风？难道背后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？本期影片让我们一起揭秘痛风到底怎么回事，看看它从哪来，为何来，怎么防。痛风说到底是身体尿酸代谢出了问题。正常情况下，尿酸是我们身体的一种代谢产物，溶解在血液中，经由肾脏和肠道排出体外。但是当尿酸在血液中的浓度太高，超过了它的溶解极限，就容易形成尖锐的尿酸钠结晶。这些结晶特别喜欢在温度较低、血流较慢的关节处安营扎寨，比如大脚趾。一旦堆积，免疫系统就会误以为有敌人入侵，于是迅速发动战斗，引发红肿、发热和剧烈的疼痛，这就是大家熟悉的痛风发作。不过，痛风的危害远不止关节疼痛这么简单。长时间高尿酸状态可能导致结晶沉积在肾脏，诱发尿酸性肾病或形成肾结石，还可能在血管壁上积聚，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因此，控制尿酸不仅是为了止痛，更是为了守护整个身体的健康。我们可以把身体的尿酸代谢想象成一个精密的水池系统。血液中的尿酸水平就像水池的水位，由进水及尿酸的生成和排水及尿酸的排出共同决定，需要维持动态平衡。这进水的主要成分，也就是我们身体用来制造尿酸的原材料，就是一种叫做嘌呤的物质。那么嘌呤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主要有两大途径。身体内部产生及内源性嘌呤是嘌呤的主要来源，大约占了总量的70%至80%。我们身体时刻都在进行新陈代谢，细胞会经历自然的更新、修复甚至凋亡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细胞内的遗传物质 DNA 和 RNA 会分解，释放出嘌呤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比如剧烈运动后、发生严重感染时、接受肿瘤化疗后，或者患有某些血液病如白血病，细胞会大量且快速的死亡，导致内源性嘌呤瞬间剧增。另一部分嘌呤则从食物中摄取，称为外源性嘌呤。这部分约占20%至30%，虽然比例较小，但对尿酸水平的快速波动影响很大。我们吃进去的某些食物天然富含嘌呤，堪称嘌呤大户，比如动物内脏、海鲜、红肉和某些酒精饮料，特别是啤酒。摄入这些高嘌呤食物，就像是直接往尿酸水池里倾倒原料，会迅速给尿酸水平添柴加火。不管嘌呤来自内部还是外部，它们最终都会被运到我们的肝脏这个主要的化工厂。在这里，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，其中一个关键步骤由叫做黄嘌呤氧化酶的催化剂完成，嘌呤就会被一步步加工，最终转化为尿酸。可以想象，如果原料嘌呤供应过多，或者这个加工厂的生产线级酶系统过于亢奋，尿酸的产量自然就会失控性的增加。尿酸生成之后，则需要依靠身体的排水系统来清理，主要通过肾脏和肠道两条途径。肾脏是主力部队，负责约70%的排泄。这个过程相当复杂，涉及到精密的调节。肾脏里的一些关键搬运工，如 URAT1 和 GLUT9，主要负责将滤过的尿酸从尿液中重新吸收回血液，防止过度流失，而 ABCG2 等则负责将血液中的尿酸主动分泌到尿液或肠道中，促进排出。肠道则作为辅助通道，负责约30%的排泄，并在肾功能受损时发挥重要的代偿作用，增加尿酸排出量。无论是进水过多及尿酸生成增加，还是排水不畅及尿酸排出减少，都会打破尿酸代谢的平衡，导致血液中尿酸累积，水池水位升高。
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的高尿酸血症或痛风，即使严格控制饮食以减少外源性嘌呤的摄入，效果仍然不佳，因为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他们身体内部的嘌呤生成过多及内源性因素，或者是肾脏、肠道的排泄功能本身存在障碍。实际上，痛风的形成不是单靠吃多了这么简单，而是饮食、生活方式、代谢异常、遗传和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在众多诱发痛风的因素中，饮食的影响往往最为直接和显著。当我们摄入高嘌呤食物，它们会迅速在肝脏内转化为尿酸。想象一下，一顿丰盛的牛杂火锅下肚，短短几小时内就可能让血尿酸飙升。而我们平时觉得甜滋滋的果糖，其实是一个隐形杀手。它广泛存在于含糖饮料、奶茶、甜点和蜂蜜中。果糖进入肝脏后，会启动一系列复杂的生化反应，比如干扰细胞能量代谢，激活某些酶类。这不仅加速了体内嘌呤的分解，还直接促进了尿酸的合成，导致尿酸迅速累积。酒精更是火上浇油，特别是啤酒。它不仅自身含有嘌呤，其酒精成分在体内代谢时还会产生乳酸。这个乳酸就像一个路霸，会和尿酸争抢肾脏里有限的排泄通道，比如影响某些转运蛋白的功能，导致尿酸排出受阻，滞留在体内，大大增加了形成结晶的风险。就连我们日常离不开的盐，吃多了也可能成为帮凶。高盐饮食可能激活体内某些调节系统，如肾素、血管紧张素系统，使得肾脏倾向于将更多的尿酸重新吸收回血液，而不是将其排出体外，从而减少了尿酸的排泄量。除了饮食，代谢问题也是痛风的重要推手。现代人越来越多地面临肥胖问题，而肥胖不仅仅是肉多，更意味着全身代谢失调。脂肪细胞会分泌炎症因子，如 IL-6 和 TNF-alpha， 刺激尿酸的生成。而且，肥胖常伴有胰岛素抵抗，会妨碍肾脏对尿酸的排泄。特别是腹部脂肪，它会通过持续的低度炎症和氧化应激，使尿酸水平节节上升。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也在默默助攻痛风。比如久坐、熬夜会影响肾血流，扰乱代谢节律，让尿酸更难排出。甲状腺功能低下会减慢新陈代谢，连带影响尿酸清除。高血压会损伤肾脏微血管，降低排酸能力。代谢综合征则通过生成大量活性氧，伤害肾小管，让尿酸排泄雪上加霜。更重要的是，肾脏作为清道夫，一旦自身出问题，尿酸的清除就更成问题。慢性肾病或急性肾损伤，比如脱水、感染，都会影响尿酸排出。有些药物，如利尿剂、阿司匹林、免疫抑制剂等，也会让肾脏更倾向于回收尿酸，而不是排出，增加痛风风险。如果尿酸形成结石堵住了通道，或者肾盂积水，情况就更复杂了。除了这些后天因素，遗传也起着重要作用。有些人天生带有某些基因变异，比如 URAT1 或 SLC2A9 基因，会让他们对尿酸回收过于积极。ABCG2 基因功能不佳，则让尿酸难以排出。还有如 Lesch-Nyhan 综合征这种罕见疾病，几乎让嘌呤代谢完全失控。另外，现代生活方式和环境在无形中增加痛风风险。高温天气容易让人脱水，就像把尿液浓缩，尿酸更容易堆积。寒冷可能让关节血流减慢，降低尿酸溶解度，增加结晶风险。压力会刺激身体分泌皮质醇，干扰肾脏排出尿酸的能力，还可能引发细胞损伤，加重炎症，让痛风火上浇油。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所导致的夜间间歇性缺氧，会干扰细胞正常的能量代谢，促进嘌呤分解，导致尿酸生成增多。同时，缺氧状态也会触发或加重炎症反应，共同推高痛风风险。女性更年期后，由于雌激素减少，尿酸排泄能力下降，痛风风险上升。好消息是，痛风是可以被控制的，只要我们愿意采取行动。首先从饮食下手，避免大量摄入海鲜、红肉、啤酒等，要管住嘴。
控制甜食和含糖饮品的摄入，奶茶少喝，用水果代替果汁更健康。多喝水有助于尿酸溶解和排出。多吃低嘌呤蔬菜、全谷物和低脂奶制品。樱桃、蓝莓和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也可能有降尿酸的效果。运动方面不需要太激烈，适度有氧运动，像快走、游泳、瑜伽就很好，既能促进代谢，也能帮助尿酸排出。高强度运动可能适得其反，短时间大量细胞破坏，反而会产生更多尿酸。减重要循序渐进，切忌节食式快速减肥。睡眠也不能忽视，每晚7至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对稳定代谢非常关键。当然，痛风的长期管理少不了医生的帮助。定期检查尿酸水平。对于有家族史的人群，建议更加关注尿酸变化，定期体检，提前预防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肥胖等慢性病也要同步管理，避免成为尿酸助推器。最后，不要忽视心理健康。压力、焦虑和长期情绪波动也会通过内分泌系统影响尿酸水平。适当的运动、社交活动和情绪管理也是在抗痛风的路上加分的方式。痛风早已不是中年人的专利，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在中招。但我们并不是无力改变，从选择一杯白开水而不是奶茶开始，从每天散步30分钟开始，从晚上按时入睡开始，每一个小小的决定都是在帮我们远离痛风的阴影。战胜痛风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，但只要我们坚持科学的管理方式，完全可以让尿酸安分守己。毕竟，健康的身体才是我们迎接未来最可靠的底气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对您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下期我们会继续讨论更多健康话题，记得不见不散哦。